大部分就想走音乐这条路的都会希望就是有国外的学历，或是说至少有交换过。所以以你们而言，就有可能会是你就去现场唱给他们听这样。假设我要让我小孩念你的学校，我就要准备个$1,000才差不多 OK。你如果有天赋的话，他会给你奖学金；但你如果没有，但你想要念这所学校的话，你就是要付全额的学费，非常非常挫折，非常。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台湾的音乐环境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好，要学音乐啊，要深造就要趁早送到国外去的这个说法。我本人完全不是这个音乐圈子的人啊，但是对这个话题还是非常有兴趣的。搞不好未来我有小孩，也会想要让我的小孩去国外学音乐。所以呢，为了解开我的疑惑，今天就请到目前在 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 曼哈顿音乐学院攻读声乐的 Judy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心路历程。如果你或者是你的小朋友对于去国外攻读音乐有兴趣的话呢，相信这部影片会给你很大的帮助哦。那我们就欢迎 Judy， 耶！那我们就欢迎最近就是快要从纽约的音乐学院毕业的 Judy， 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y。那请 Judy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现在目前是在 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 曼哈顿音乐学院就读，然后我现在快要毕业，我刚刚办完我的音乐会。那我是古典音乐类别的声乐组。所以你以前在就是台湾的时候也是念类似的？对，我在台师大也是主修声乐，然后大三的时候开始准备考试跟申请资料，然后就直接毕业后就来美国。你在台湾毕业之后啊，怎么会想要来美国再攻读一个硕士学位呢？有是因为想当教授，还是就是音乐人都会走这个路线吗？通常学古典音乐的都会希望你可以就是出去多看看一些国外的东西嘛，所以因为我们主要是学西方的文化，所以大部分就是想要走音乐这条路的都会希望就是有国外的学历，或是说你至少有交换过。那我蛮好奇的就是，应该我想欧洲应该也蛮多音乐学院的嘛。当时你这有做过权衡吗？还是就是一心想要来美国这样？没有，因为来美国的话，通常你只要就是有一定的水平，你基本上都会申请到学校，就是奖学金比较不一定，但你可能会至少上个1-2件。就是美国，你如果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你其实都申请得到学校，只是说奖学金不一定。所以我来美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可以完成我的学历，然后顺便看看世界。因为就我所知啊，比如说可能什么师大音乐系啊、北大音乐系，他们可能会限制说每一届，比如说我 major 是钢琴的，可能只有几个人 ；major 是声学的，只能有几个人，所以就不会出现说一整班都是主修钢琴之类的。那在美国也一样嘛，就比如说你的系会不会说你主修钢琴，但是可能你们就是1/10的人主修钢琴，或者你主修声乐，可能就只有几个修声乐的，还是就没有限制这样？应该是会有限制人数，像我们这一届大概就是60-70个人，所以通常就是分类嘛，就是古典音乐啊、爵士啊、现代，还有什么音乐剧，然后再分类的乐器类别。所以像我们这一届，就是我不太确定是用奖学金去分配人数，还是去用国籍，但我知道说，就是我们这一届就大概60-70个人，所以跟你的 major 就是其他音乐的 major 的人数也都差不多的。其他乐器的话，应该就是不会到差太多，都是几十个人，或者是最多应该100左右。所以就等于说每种乐器其实人数都差不多。我们学校应该是声乐比较多一点点。那申请这类的学位啊，会不会需要很强的英文成绩啊，或是很强的口说能力，还是你们就是音乐交流？我觉得其实音乐系跟其他的科系相差起来，它的英文水平不需要那么的好。可是你如果有一定的英文水平的话，你更可以跟别人交流，因为我们不是只有独唱嘛，我们还是要有跟一些钢琴家合作，或是说室内乐啊、合唱团，然后歌剧之类的。所以英文有一定的水平，还是会比较方便沟通。这个你刚刚有说，就是申请的时候会有一些音乐的成绩啊，或表现是，比如说我有什么考过什么证书，或者是就是你要怎么证明说我在这一块是很厉害的？通常就是会有初阶跟就是复试嘛，会分2阶段。通常第一个阶段就是你可以交影片就好了，然后它会有一些像是 essay 可以问过你一些音乐的经历，然后你可以表达越多越好，就是把自己讲得越厉害越好。就是你有一些比赛成绩或是音乐营啊，你可以把它打在你的 essay 上面。如果
初阶过了之后呢，很多人复试都是去现场的 audition， 就是面对面的声音会比较不会有隔阂，荧幕的隔阂的感觉嘛，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复试就直接去学校 audition， 或是第二阶段应该大部分学校也可以只教影片。所以以你们而言，就有可能会是你就去现场唱给他们听这样。对，哇，好酷哦！他们那边会有配合的钢琴架去帮你伴奏，所以你自己是不用再另外带钢琴架过去。所以如果假设你申请3-4间学校，你就要在一段时间内都在美国或欧洲跑来跑去这样，然后把它唱完这样。对，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但每个学校的曲目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这个 Master 学位毕业，因为我知道你的计划是要回台湾嘛，但如果假设你要留下来工作啊，它也是一般的工作签证那种吗？还是音乐的会不一样之类的？我们如果毕业的话，你可以申请 OPT， 但我们的系，其他系可能 maybe 2-3年，那我们的音乐系呢，好像最多只能1年，所以那1年就是有些人会就是留那1年再往上考，或是说去考其他乐团啊，或是说就是四处游玩。如果是说其他的工作签证，应该是等到你真的考上一个剧院，或是说考上一个乐团，他们才会帮你申请。所以说你们这一行最普遍的出路就是去乐团唱歌这样，还是要够资历才可以当老师？老师好像就还是会有人会去音乐教室当老师，可是如果是说大学的教授的话，那你可能至少要待到博士，或是说跟一些老师可以处得很好。我认为台湾人会去美国当音乐系的教授会比较少一点点，比较难，毕竟是别人的国家嘛，对不对？对，那这个就是我想要连接到的下一题，就是在美国攻读这个音乐啊，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很有趣的事情，或是有什么很文化冲击的东西？像你说你会需要跟钢琴家合作嘛，或是跟人合作合唱，会不会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或者文化冲击，或者是甚至有没有被比如说种族歧视过啊？人家就不喜欢因为黑人他们也很厉害嘛，白人可能觉得他是白人会有这种情况吗？还是其实音乐反而还好？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国际生其实蛮多的，所以大家都彼此非常非常的尊重。我觉得比亚洲还要再更尊重多元的社会，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相对来说，文化冲击倒是还好，因为大家其实都非常尊重彼此。有没有遇过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就比如说你是来美国，或是说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就是比如说他们的唱法特别不一样，或者他们的训练方式特别不一样之类的，还是其实都是现在都很科学了，大家都是以同一套的？我觉得最让我觉得非常的欣赏的是，其实美国这边的人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更谦虚，他们就是真的是靠努力加上他们的天赋去达到一定的成就，但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成就高就是会贬低你，他们知道说他们那一些成就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努力，而不是说他们靠一些外在的因素去达到这个目标，就是他们这非常非常谦虚，所以我非常欣赏这一点。就是我来美国之后了解到，真正的谦虚人原来是这个样子。再来就我连接到我也蛮好奇的，就是那个身边的同学啊，因为你这算是 Master of Arts 吗？你的学位？对。所以那就代表说，可能你身边的同学都是比如大学毕业就忙来，还是他们会说已经去工作过了，或是已经去巡回跟着乐团唱过，再回来又重新念，还是其实大家都是就连着读把它读完这样？我觉得大部分学古典音乐的都会希望说，你读完那个大学就直接去硕士，或是继续往上念，就是按照你的年龄这样子往上。因为你如果中间停了一段时间，如果去做别的工作，或是说你音乐先停摆了，其实你很难再回到哪一个水平，因为音乐其实是要一直不断累积的。那你如果是待在音乐学校的话，它其实个别课相对来说会就停止学校生活，你在外面上其实会非常贵，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就是你待在学校，然后顺便考试往上考。所以基本上同学都算是同龄人，就是大家都差不多年纪。大部分是大部分。我有那种30岁的、35岁的突然说我也来念这个，就比较少。他如果已经有音乐上的成就，他其实就不太会再回学校了。原来是这样。因为像很多我说一般其他的那种
可能 engineering 或者是 finance 那种科系，就是我还可以工作一下再回来，但音乐就不是这样。对，我觉得古典音乐这方面比较不太一样。再来就是我想问，这是刚刚有提到学费非常贵啊，那可以分享一下学费，比如说你可能一个 semester， 或者是说你要读完这个 degree， 大概你会需要多少学费呢？那些学费基本上网络上查都查得到。那我知道我们学校就是基本上音乐学院应该都差不多落在5-6万，可能加生活费可能要到7万哦。这是一年份吗？还是一个学期？一年2个学期加起来差不多。所以说通常都会是2年毕业。对，所以就可以预期说，假设我要让我小孩念你的学校，我就要准备个15-16万美金才差不多 OK。尤其是你住在纽约，那个房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对，这种音乐学院是不是都算是私立学校的，就都没有公立的？还是其实也有？音乐学院基本上都是私立的，那除非你是读什么州立大学啊，就是大学里面的硕士，会稍微便宜一些。但因为我们是国际生，通常学费都会就是很贵，来美国就是非常贵。那我突然有个很好奇的，这我单纯好奇，就是像什么艺人啊，什么吴宗宪啊，他的小孩，或者是什么欧阳家的小孩，不是他们都会讲说，我念 Berkeley 音乐学院，然后就是那间学校是真的是最强的吗？还是说都是有钱人在念的啊？还是看你们有分不同的乐器，就是不同学校比较强，这样吗？哦，好问题。我觉得美国的学校是这样子，因为美国学校通常都会有一定的，就是希望你可以付出什么。你如果有天赋的话，他会给你奖学金；但你如果没有，但你想要念这所学校的话，你就是要付全额的学费。所以那些全额的学费的学生呢，就是他们的经济来源。所以你当然是可以付很高很高的学费去读好学校，或是说你有很好的天赋，然后你领到奖学金去读这些学校。所以通常好的音乐学院也是会有很大的落差，就是因为有这些分类的嘛。你要么就有钱，要么就有。所以说 Berkeley 号称最强，但是它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比较混的，那可能一定有，美国学校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好的会非常非常好，就是他如果奖学金够多，他唱的其实会非常非常好。那他如果不怎么样的话，那他就是非常非常有钱这样子。所以你们学校就是会有一些人是就是来追个梦，但是可能他技术其实不到家，但是他就是比较有经济，所以就也是来念这样。对啊，那样会毕不了业吗？你们有在延毕3年、4年之类？就是比如我3年级、4年级在毕业，还是就是比如说你念到一半就知道你已经不可能毕业了这样？我觉得音乐系的话，通常都你只要就是有按表操课，就是会准时毕业，不论你是好是坏，因为这个就是比较跟你个人的实力有关系，他们就会认为说，你毕业就是毕业，可是不代表你毕业后会找到好工作啊。对，所以音乐还是主要是看实力，不能只看学历这样子。就是讲到这个啊，我也很好奇说你就是在这个读音乐的这个声乐的这个历程上，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很难的挑战？比如说唱一些可能拉丁文歌，你就是他们很要求你咬字啊这之类的，或者是 I don't know， 就是有没有什么挑战是你在台湾觉得没有遇过，但是真的很难花好多时间才准备好的？我觉得音乐系的话，其实倒不是说挑战是学科啊，还是术科类。我觉得留学的主要最大挑战是你的心态上的调试。就是像我这一届啊，就是声乐主修没有台湾人，所以我有时候想要就是放松，想要得到安慰，想要就是讲母语的时候，会发现说好孤单哦，因为我这一届是没什么台湾人，然后加上我自己又住在外面，所以我每天通勤应该要有3个小时啊，所以我觉得非常难好好就是待在学校跟同学相处。所以来美国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可以面对自己的孤单，然后处理那些情绪。对，然后另外我想分享是
在留学前，我自己的完美主义是非常非常严重，我相信就是也会有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就是问题，所以留学的话，我可以更分辨说哪些是可控因素，哪些是不可控。像是唱歌啊，你唱歌主要你的身体就是乐器嘛，那你身体没有在比别人大的状况下，你声音要怎么更有共鸣，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不可控的因素。那我也是就是花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才慢慢就是去分辨这些哪些可以好好掌握，哪些是没办法掌握就让它 let it go， 就是算心态上的成长。是，我觉得留学基本上都是心态上的。就像你说的，可能你就是会遇到那种肺活量超级大的人，你或者是你没办法唱的比他声音还要亮，但是那个比较像是硬体方面的，就是你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乐器，但是他的乐器比较大把的时候，所以你一开始可能就会也很 frustrated 在这个部分。非常非常挫折，非常非常，因为你待在台湾的话，大家声型都差不多，大家声音跟发出来的位置其实都差不多，大同小异，所以你比较可以就是去掌握说你哪些可以去就是控制，那你不可控的因素其实就没有那么多。那你留学发现太多优秀的人，太多不同声型的人，那你就是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你们的出发点就是不一样的。对，这个反而是这个心态上的成长，比起这个技术的钻研，可能心态上成长的更多。对，而且我发现说这些挑战啊，其实对音乐上的层次会更可以去提高，因为你有更多不同的情感可以去表达你自己的音乐。所以我觉得留学为什么大家都会就是推崇你要出国留学，因为你自己的心态上的成长也可以帮助到你的学科啊、术科。还是2个问题啦，就是如果想要来美国攻读这个领域学问，就像你说的，好像其实是在你们这一个圈子算蛮普遍的。那有没有推荐学弟妹可以先做什么功课呢？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可以先做的事情比较好？除了准备前，有没有什么要考什么检定啊？或者是说，要去读什么？像你们，我相信你们也有文科考学理的东西嘛，可能音乐史啊那种东西，这种东西有什么需要先准备的吗？还是其实就是音乐技术先练好就好了？像是音乐学院，它是比较注重术科，所以你如果是像是和声啊、对位法，或是说听写，它其实你有一定的基本水平就可以。那音乐史也是一样，就是你如果就是我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会先考试嘛，你如果考试没过，你只要把课修完就好了。那些课其实程度不会到非常非常难，就是基本的那种。那大学里面的会比较走学术类，所以他们的学科的比重会相对来说比较重。那音乐学院的话，我们比较多是演出型的，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如果学弟妹要去读音乐学院，你要觉得说自己真的对唱歌非常有兴趣，你对音乐上的个人想法，我觉得美国会比较注重你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思维，就是不能只是看谱上他就讲那样啊，或是就是有没有自己的诠释这样。对，诠释的方法是的。然后音乐学院的演出会比一般大学还要再多比较多，所以你如果没有很喜欢音乐的话，会比较不建议你来音乐学院，因为大部分都是补课的课，然后很多演出，然后你可能常常压力会比较大。如果你够热爱这些东西，就不是压力。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呢，你想请问你未来的目标，因为你目前是规划会回台湾嘛？那回台湾会有什么目标吗？就是短期或长期的都可以。我的路比较梦想化，而且比较独特一点点，所以我目前还不确定会不会完成我的梦想，但我是希望我可以成立有个人的特色的美声班，可以拓展到 maybe 教会啊，或是一些业余的合唱团、社区、学校等等，就是目前还在开发中，但是就是希望我可以达成的。以后可能这个频道观众也可以去找 Judy 学唱歌。谢谢。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采访，再次感谢 Judy，感谢你，谢谢。谢谢 Jeff。